台中大坑登山步道出现了一种外来种的鸟类，它们筑巢的习惯更是可怕。它们找到适合筑巢的地方，便会强势的占领。它们更是严重的影响着本土鸟类栖息的环境。这种鸟类叫做四喜鸟，原本是4大鸣禽之一哦。从宠物市场引进台湾之后，族群的发展与数量的扩张都正在蠢蠢欲动。而今天这一集的影片，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这种叫声很好听，却慢慢占领森林的外来种鸟类——四喜鸟吧。四喜鸟的本名叫做白腰雀鸲，由于人为的引进，经过了逃逸与适应台湾本土的环境，现在已经可以在都会的环境看到它们的踪影。这种鸟类，它们原本的家在哪里呢？白腰雀鸲它们原本是分布于印度、尼泊尔、不丹、斯里兰卡以及孟加拉、缅甸、泰国、辽国、越南、马来半岛，还有印度尼西亚等等的国家。比较靠近我们的国家，也包含了中国大陆的云南、海南等等地区，都有四喜鸟的原始种分布。从外观来分辨这种鸟类的时候，可以观察到它们的尾巴长而宽，而雄鸟的背部具有光泽，腹部的地方则是有饱满的栗红色，背部主要是深蓝色。对比的颜色也相当明显。雌鸟的外形跟雄鸟相似，但是体色较为灰褐色，也比较没有雄鸟那么亮丽。而幼鸟时期的体色比较不一样，主要的体色是红褐色。一样的是，它们一样拥有一对闪闪发亮的眼睛，还有它们的脚是呈现粉红色的哦。它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时常出现在森林啊、公园啊，还有庭园当中，鸣唱的叫声啊也相当的好听哦。他们会吹各式各样一连串响亮的口哨声和笛声，而且也时常混杂模仿其他鸟类的鸣叫声。白腰雀鸲它们是一种地域性极强的鸟类，只要听见同类或者是同性的叫声，公鸟直觉会认为另外一只公鸟入侵者是为了抢夺配偶，进而出现相当疯狂的反应。虽说有些鸟类协会的人员会播放预录好的录音带，再来到山上来播放，将其他公的白腰雀鸲给勾引出来，再进行外来种鸟类的观察与记录。而这种鸟类的外表非常吸引人哦，尤其是公鸟的颜色更是吸睛，它们的叫声也非常好听，所以说它们对于宠物界人士来说，算是一种相当完美的鸟类。公鸟在市场上可以卖到2000到3000元不等。而这样子的价格，也就诱使了捕鸟人以及鸟类业者在林间野放成鸟，让他们自己在野外交配繁殖。而这些捕鸟人啊，到了四喜鸟它们的交配期，就可以猎捕更多的成鸟，转卖到鸟店。但是这些鸟类开始在台湾适应野外的环境，拓展开来之后，也开始威胁着本土鸟类的栖息地。白腰雀鸲来到台湾之后，它们的原产栖息地环境大致上是相似的。最早的白腰雀鸲第一次在野外的记录，则是在1988年的台北植物园发现。特生中心的研究员表示，白腰雀鸲，也就是我们在讲的四喜鸟，它们时常发生所谓的巢位竞争。而巢位竞争并非是指特定鸟类之间抢占的行为，而是白腰雀鸲这种鸟类呢，跟其他一样是这种树洞筑巢的本土鸟类竞争鸟巢。它们鸟类群体彼此之间出现了巢洞资源重叠的现象。一旦外来的鸟类数量逐渐的增加，可以用的巢穴也就慢慢的变少，而且也几乎都被外来的鸟类抢作为繁殖的用途。这也等于说啊，减少了本土鸟类栖息以及繁殖的空间。而且跟白腰雀鸲有巢位竞争关系的，还包含了台湾保育类鸟种名录第2级的黄嘴角鸮以及棕面鹰。这些资料都显示着四喜鸟使用巢洞的资源跟台湾很多重要鸟类都互相影响着。而数量变多之后，不只是繁殖的影响，这食物资源也和本土鸟类重叠。四喜鸟它们喜欢吃的东西啊，包含了蚂蚁、蜈蚣、蚯蚓、蜘蛛、蝴蝶，还有蛾类的幼虫等等。和台湾的小弯嘴画眉，还有台湾本土的画眉、绣眼画眉，还有其他本土的鸟类，都相互竞争着这些食物。另外，鸟类它们都是用叫声的方式来求偶，但是白腰雀鸲啊，它们甚至还会模仿其他鸟类的叫声，让本土的鸟类啊以为是竞争对手。在繁殖期的时候，本土的鸟类就会更用力的发出声音，无形之中就是在消耗本土鸟类求偶的能量，进而影响繁殖的状况。根据经典杂志的报道，各国对于控制外来入侵鸟种的繁衍数量，目前主要有3种方法。第一种是放毒法，在白腰雀鸲出没的栖息地放置毒饵加以毒杀。
有些国家甚至会掺了不孕剂的饵料，让这些鸟类吃下去之后减低鸟儿繁衍的速度。而第二种则是使用猎枪射杀。但是以上讲的这些方式呢，因为在台湾民情不同，考量社会观感，皆没有采用。就跟我们前几集所讨论到的八哥一样，目前尚未找到合适的方法来保护生态。联合新闻网也在几个月前发布了跟白腰雀鸲有关的新闻。在花莲市美仑山因属保安林地与军事管制区，这个地区呢开发相对较少，所以说它们的生态非常的丰富。但是现在的美仑山已经被专家学者观察到外来入侵种的白腰雀鸲强势的出没。花莲县野鸟协会的总干事何瑞阳也指出，过去只在美仑山发现一只的白腰雀鸲母鸟，直到去年发现公鸟之后就开始繁殖。在这之后甚至出现其他刚出生的白腰雀鸲雏鸟，而数量扩张的速度也比想象中的来得快。今天这一集我们所介绍的白腰雀鸲呢，虽然它们的外表相当美丽，叫声也相当的好听，但是在这几年的台湾野外生态环境当中，也一步一步的扩散开来。针对这些野外入侵种的严重课题，林务局也公告修正限制输入货品表。今年6月1日开始，禁止商业输入浣熊等等大约8000多种具有入侵风险的外来活体动物，鸟类大约250种，爬虫类1060种，两栖类大约250种，而无脊椎动物也大约6800种。这些外来种的入侵不仅仅会造成本土物种的栖息地受限，也有很多人受到外来种入侵的影响。例如，许多农作物将大规模的被外来种严重毁损，造成农业上的损失以及农民经济受到影响。如果未来没有积极的作为，这些外来种的影响将难以估计。林务局近几年也积极的移除所谓的埃及圣环，还有我们时常听到造成农损的绿鬣蜥也名列其中，并且也持续的盘点其他可能有入侵风险的物种，从源头加以管控，也希望民众不要养成随便弃养宠物的心态，以免造成台湾野生环境巨大的悲剧。大家听完这一集的讲解之后，有没有哪些面对这些外来的入侵种更好的应对方式呢？也非常欢迎各位在底下留言跟我们分享哦。想要听任何鸟类的介绍，或者是任何动物的讲解，也都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诉我。喜欢我的影片的话，记得帮我按赞并且分享。我们也将持续在每周晚上10点更新更多跟台湾动物有关的内容哦。我是爱台湾的杰克，那我们就下次见喽，晚安，拜拜。